我今天去吸血鬼的城堡，然后今天呢，大家看是大家要来坐车是来这个车站，又碰到了一个好人，是这一位小哥给了我10类，我说在这附近可不可以找 ATM 还给他？他说这附近的话，很少 ATM， 而且这个车很快就要离开了，所以说非常感谢这位小哥。世界上都是好人，然后他跟我讲，然后他也跟我讲，在罗马尼亚坏人很多。我说我刚刚不就碰到了你这位好人吗？所以。Thank you very much. 真的有的时候，大家如果看到不是本地人在你的地方的话，有需要帮忙的话，如果你能力所能及的话，还是尽量帮一下，因为我真的感觉非常温暖，因为他可能看到我不是当地的人，然后车子又快开了，旁边又没有 ATM， 他就直接给我10类。虽然很小的举动，但是你会让别人感到很感动。希望大家都能做这件事情。刚刚下车，然后有2个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车程是大概45分钟，然后这个车呢上面会写去 Rushmore， 不会写去 Bran Castle，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镇是一个一条街的小镇，大家可以看到，就一条街。哒哒，刚刚买到这个门票45类，现在带大家上去吸血鬼城堡，就在上面，就在这个上面，带大家上去看一下。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是山城，所以说还比较冷。幸好我穿了秋裤，大家来这边多穿点衣服，如果是秋冬季来的话。想必很多人都看过由汤姆克鲁斯与布拉德皮特联合主演的《夜访吸血鬼》。电影中那个恐怖阴森的吸血鬼世界就起源于罗马尼亚的特拉西瓦尼亚地区。回到1897年，爱尔兰作家斯托克的吸血鬼小说《德古拉》在当时风靡一时。正是这部小说把吸血鬼的形象与罗马尼亚以及这座城堡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小说中吸血鬼城堡的原型就是这座布朗城堡。其实历史中真的有德古拉王子这个人的存在，他于1456年当上了瓦莱西亚公国大公，在奥斯曼帝国的阴影下一直努力地发展国家，也算一位良君。为他招得吸血鬼称号的由来是，他对犯人、间谍、贪官等惯用严刑酷法，所谓坏事传千里，所以后人大部分记住了这不好的一部分。城堡也经历过几次战争，其中非常漂亮的4个角楼曾经也是储存火药的地方。角楼之间有走廊相连，走廊外墙上都设有射击孔，可以全方位扫射，是个不折不扣的战斗堡垒。这个城堡呢的地址最早也有一个城堡是在1212年，然后呢那座城堡被蒙古人给摧毁了，不知道是不是成吉思汗。大家算一下那个时间。然后呢，现在这个 Bran Castle 的最早原型其实是在这个1377年所建的，是为了抵御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土耳其。这个是要烧100个人的水。大家看的大宝箱，大宝箱是之前的运行的一个行李箱，是在19世纪建的。这一块区域呢是叫特拉西瓦尼亚，然后在特拉西瓦尼亚并入了罗马尼亚之后呢，罗马尼亚的公主就是应该算女皇吧，对，这个叫
Maria， 就是这一位女皇，她就来这边住了，并把这个整个城堡也翻新了。但是，大家知道罗马尼亚后来并入了苏联，然后并入苏联，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后，这个女皇就被推翻了以后，然后这边就变成了一座博物馆。那这边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玛利亚女皇的照片，这个我猜是玛利亚女皇的衣服，看看是不是，应该是白色的丝做成的，1910年在米兰做的。这里有可能是玛利亚女皇的就寝的位置。还是很漂亮的。我发现这座城堡真的是古色古香。这座城堡这些几百年的桌椅啊之类的凳子啊，是我看过的博物馆里面我能够碰到的最近的。我记得其他博物馆都放得很远，都整个包起来，这个就在你的面前。其实大家来这座城堡不是来看什么 Maria 的故居，大家来基本上都是因为吸血鬼小说。这个 Bram Stoker 的吸血鬼小说是在1897年写的。其实呢，Bram Stoker 他从来没有来过这座城堡，而且是据说这边很矮，要蹲下来，而且是据说他是有看过和听过这座城堡的故事，然后把这座城堡的地形啊、一些故事啊汇入到他的小说里面，然后才成了大家所知道的吸血鬼所住的地方。据说只要响这个铃铛，天使就能得到他的翅膀。现在是国王的寝室，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辉煌度。这个房间呢是国王吃饭的地方，还可以哦。国王吃饭的地方竟然和国王睡觉的地方一门之隔，吃完就睡。这个超酷的，这个是吸血鬼的工具，大家能认出来吗？这边还有一本书。结束，刚刚从这边下来，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来的，因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罗马尼亚的历史和这一块区域的历史。然后你喜欢看那个古老的东西的，里面很多很多超酷的，而且那些城堡啊，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自拍啊，很漂亮的景色，所以非常值得推荐。城堡外面有一排一排卖纪念品。每次这么巧，都让大家有一次厕所之旅。城堡出来的左边有个厕所，然后这边写是1.5类，但是现在没人，我就直接上了，先给大家参观一下，还是挺干净的，非常干净。南边非常干净，而且还有充电的，大家如果手机没电了可以来充电。